是。哎，大哥，你现在真像一条狗啊！血瓶，后天我就要和轻柔成婚了，你还能到场吗？轻柔，你们怎么会成婚呢？薛凌风，你抢占薛平军功的事情已经传遍京城，你不会以为我还要嫁给你这样的废物吧？只有薛平这样的才俊，才有资格做我的夫君。抢他军功？轻柔，你在说什么？戍边10年，要不是我照顾他，他早都不知道死了多少遍。我怎么会抢他的军功啊？薛凌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。事情的经过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是你不听薛平的探查结果，一意孤行，这才让大军落入埋伏。幸好薛平早有准备，这才救下你们。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我救了他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一个被挑断手脚筋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救人？而且你嫉妒薛平，恩将仇报，逢人便说自己才是神行斥候，还妄图让薛将军逼迫他们做伪证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军功是我的，父亲知道的。我要见父亲，是他说我军功丰厚，若是上报必会崩将，导致薛家一门双将，会让陛下忌惮，所以我才让出军功的。薛凌风，你能不能编一个像样的理由？我大前守重军功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？分明是你自己寸功未立，眼红薛平功绩罢了。而且你污蔑薛平也就算了，你怎么可以污蔑薛将军？我没有。那薛将军如何会为薛平请功？陛下如何会封薛平为陇西侯？薛家一门双将，父子封侯，家传9边，是整个大前的表率。若是忌惮，如何给薛平请功？哼！误会了，轻柔，轻柔。薛凌风，你现在真的让我感到恶心。薛将军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为什么这样？这些功劳明明是我的，你不过是薛家养子，你凭什么封侯拜将？大哥，你真可悲，事到如今你都不知道，我才是父亲最爱的亲生儿子吗？当年父亲和我母亲琴瑟和鸣，情深意切，若非为了获得崔家支持，怎么会娶你母亲过门？从始至终，父亲爱的都是我们母子二人。那崔南英更是可笑至极，因为父亲的态度便对你这亲生儿子也厌恶至极，甚至主动断亲。说什么？大哥，你现在不仅是狗，更是一条无父无母的丧家之犬。大哥，脏不脏啊？哦，对了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断手断脚的吗？你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只不过就是将你的行踪透露给了匈奴的探子，没想到这样还能让你逃出来。还好父亲收买了军士为我作证，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才是真正的神行斥候。
你真可怜，我要是你，就一头撞死。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断手断脚，连撞死都做不到。还好我心善，就帮你早点解脱。输了，我必百倍复活。薛连峰，薛连峰，这个月的军功酬呢？交出来。薛连峰，这个月的军功酬呢？给我交出来！将军有令，全军集合，教场论功行赏。你这是从什么料？最不要夺我军功那天。你是聋了吗？还躺在床上干什么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给你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父亲说你军功太盛，若是上报，必定封侯拜将。到时候我薛家一门双将容易遭受忌惮，所以我才好心帮你分担军功。我才是真正的神行斥候。你现在真的让我感到恶心。好心，我看你就是想压着我的军功，不想让我出人头地，到时候好拿我军功让你封侯拜将，迎娶苏清柔吧。要是以前，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，但是现在，我的军功酬一根都不会给你。什么？以前要军功时，薛凌风都乖乖听话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看来非得教训他一顿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顶嘴的下场。薛凌风，你他妈！薛凌风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知道尊卑。你一个养子，也该对我大呼小叫。薛凌风，你敢打我？我不光要打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，把你千刀万剐！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孽子，还不住手！爹娘救命！大哥，他要杀我！平儿，你没事吧？混账东西，兄弟相杀，同胞相残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公事，他们还是和上一世一样，不问缘由就灌罪。可笑的是，上一世我以为交出军功，听话就能换回亲情，没想到最后惨死柴房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薛将军，你不问清事情的缘由，就说我欺负薛平。我们亲眼看到你欺负平儿，何须再问？不查明真相就妄断是非，你就是如此为将。孽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本将！来人，给我军法伺候！不行，平儿，你不用替你大哥求情，是我们平时把他宠得无法无天了。若是再不教训他，不知道以后要惹出什么祸端。爹，马上要教场论功，大哥的那些军功，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啊，还请父亲三思。行了，今日看在平儿的面子上，暂且放你一马。若是日后再敢欺负平儿，我定将你逐出家门。收起你们假惺惺的嘴脸吧！要不是为了我的军功，还有神行之后的名声，你们会如此决定？你说什么？别掩饰了，你不就是想让薛平成为神行之后封侯拜将吗？这孽子如何知晓此事？断亲书已经写好了，赶紧签下你的名讳，从此再无瓜葛。至于神行之后的名声，给他又如何？德不配位，必遭反噬。混账东西，孽子！
你怎敢如此的大逆不道！风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和你父亲说话？赶紧跪下道歉！好，薛定方，不该是你自找的。等我拿了你的军功和神行之豪的名声，我要你们死！爹娘，你们不要再怪大哥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惹大哥生气，他这才会说赌气的话。大哥，你快给爹娘道歉！只要你跪下好好认错，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平儿，你怎么样？风儿，你太让娘失望了。平儿帮你说话，你竟敢伤她！娘，我胳膊好像断了。孽子，给我滚！从今以后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孽子。薛定方，看到了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们都会无条件相信。你们相信吗？上辈子我怎么会看不起你们的嘴脸，还想要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？行了，别在这废话了，赶紧把断亲书签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从此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你带上这个，之后上了战场也能护佑平安。谢谢娘。平儿，此次出征危险，娘特意请人为你锻造了一身玄铁青铠，可保你刀剑不伤，平安归来。来，你快试试看。知道了。娘，你怎么给他那么好的？你皮糙肉厚，用不上这东西。哪像平儿，从小锦衣玉食，没吃过苦，这盔甲你就别和平儿争了。况且娘不是也给你求了护身花钱？来，平儿，你快试试看。夫人真好，给全府的下人都送了长命富贵的花钱。大哥，这不是娘特意给你求来的护身符吗？你竟然把它扔了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娘的心意？好廉价的心意。薛夫人，你特意请人为薛平锻造玄铁铠甲，给我的就是过年庙里随手撒出一大片的花钱，真是好一片心意啊！平儿天生体弱，所以娘担心她。林峰，你皮糙肉厚，怎么连这个还要和平儿争？等等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娘啊！薛将军都已经把我赶出家门了，我喊你一声薛夫人，有错吗？风儿，难道你真要和我们断亲？反正你们野蛮心下，你们心里只有薛平，不如我们彻底断亲，免得你们看着我碍眼。你太好了，薛定方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只要我再加一把，一定能让你滚出薛家。爹娘，你们不要再生气了，大哥他只是想让你们多在意他一些，他不是有意忤逆你们的，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走。大哥，你要实在生气就打我一顿吧，不要再让爹娘伤心了。平儿，好久没有人提过这么贱的要求了。好，大哥满足你。啊！平儿，孽子，敢当着爹娘的面殴打同胞兄弟，连断亲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，看来我们真是平时太过宠溺你，让你没有了规矩。你要断亲是吧？好，便从了你的意。报！哼！报！紧急军情，城外30里发现小股匈奴踪迹，众将请神行斥候，深入调查。什么？
众娘说，之前大捷全靠神行斥候的情报，今日不知为何没有情报传回，他们不敢贸然行事，但只有将军知晓神行斥候的身份，还请将军速速下令。孽子，听到了吧？还不快滚去探查消息！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你敢违抗军令不成？大哥，违抗军令要诛杀九族的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拿军令开玩笑啊！你难道真要害死爹娘吗？风儿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啊？薛夫人，薛将军，在你们的眼里，薛平才是神行斥候啊！众将请令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要去，也得是他去。你，陈哥，不对，他之前让出真宫，也不肯让出神行斥候的名声，今日怎么感觉换了一个人一样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断亲惹爹娘生气，这才想要让出神行斥候的名声讨好我，好求爹娘原谅。可惜啊，薛云峰，你蠢笨如猪。要是你守着神行斥候的名声，我还不好对你下手。可你竟然拱手相让，那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父亲，既然大哥不愿意去，孩儿愿出城查探匈奴踪迹。不行，匈奴凶悍，斥候太危险。平儿，你要是有什么意外，养娘可怎么办呢？你娘说的对，斥候九死一生，你不能去，去，让他替你去，大不了到时给他留下军功罢。是，林峰一直是斥候，比你更合适啊！他会死我就不会死吗？还说他的命就比我更重要？不是这样的，只是平儿从小体弱，受不了斥候的苦。你小时候吃苦惯了，不会有事的啊。是啊，从来到这折冲府，我就一直在外面征战，闯出神行斥候的名声。而他就只知道在这养尊处优，从未上过沙场。他除了抢我的军功，还会干什么？孽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平儿劳苦功高，众人有目共睹。倒是你，自以为做斥候探了些情报，就恃功而骄。难道大军能百战百胜，都是你的功劳？今日你若是不去探查消息，军法处置，辕门问斩！军法处置，辕门问斩！且慢，父亲，他往日里出门探查，没有一点危险，回来就把军功给领了。想必这神行斥候也不是那么危险。今日正好是个机会，名正言顺地从他手里把他之前的军功接回来。平儿所说确实有几分道理。若是如此，您替代这孽子的身份和军功，的确省事许多。不过，平儿，此事你有几分把握？10分。不行，战场上的事情哪有10成把握？娘不许你去。住嘴！妇人之语。平儿现在最缺的就是声望，若是走这一遭，能够坐实神行斥候的身份，就算受点小伤，那也值得。何况我派亲兵保护，连一根汗毛都不会伤到。连大哥这样的人都能安然回来，更何况我有娘相送的玄铁铠甲和父亲的亲卫相送，定然也能安然无恙。那平儿，你千万小心。孩儿既然是神行斥候，匈奴来袭，理为父亲分忧，出城查探，理所应当。好啊，这才是我薛家好儿郎该有的样子，比起你这个孽子强100倍不止。薛平听令，本将与你3队亲兵出城探查消息，剿灭匈奴。等回城之后，本将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我玉关折冲府唯一的神行斥候。至于你，禁足军营，不得出去，抗命。斩！大哥，多谢你让出神行斥候的身份，等我回来，定送你一份大礼。正有小股部队分析，你和匈奴大军的精锐前锋，上辈子你就是在这次探查中受伤，
才让薛平有机可乘，多个身份占我军宝。如今薛平愿意找死，那就看他有几分本事能活着。上一世，整个玉关折冲府无人信，只有楼兰女将秦建威信我恭敬，替我鸣冤。可惜我没有等到他病愈寒，记忆重生，此恩必报。况且折冲府兵不能离开折冲府，我与他们断亲后，玉关府必然容不下我。楼兰便是最好的去处，也不知这一世还未相见，他会不会信我？报！将军，玉关府飞鸽传书。将军，信上说什么了？匈奴大军不日南下，前锋已经进入大前境内，叫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我们的人都还没发现匈奴行踪，玉关折冲府为何知晓？是神行赤后送来的情报。是他？玉关折冲府之前寸功未立，自从多了神行赤后探查情报，便百战百胜。若是他的情报，自然不假。只是为何要通知我们呀？他在信上说，想要转府兵籍到楼兰折冲府，此份情报就算是谢礼。神行赤侯在玉关折冲府立下无数军功，他为何想要转接到我们府上来？莫非是他在那边受了什么委屈？不可能，听说神行赤后的身份只有玉关主将才知晓，如此英雄保护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让他受委屈？若并非如此，他为何要转接到我们府上来？休要乱猜，此时见到他自有分晓。先去准备应战。另外，你们传我命令，3日之后，除了守城人员之外，将军府其他所有人随我去玉关迎接神行赤后。将军，这是不是太隆重了些？他只是一名赤侯，如何担得起您这番大礼相待？何况现在兄弟们都还不知道神行赤后的本事，万一是他坏了军中规矩，被玉关折冲府赶出来，我们这样也会交恶玉关折冲府。若无神行赤后，玉关折冲府早已成白地一片，如此功绩何须多说？我意已决，你们速去准备便是。是。战哥，万一平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个当娘的该怎么办呢？闭嘴！无知妇人，休要胡说八道！那孽子独自一人出去这么多趟都没事儿，平儿还带着护卫，怎么会有事儿？可我这心里怎么一直不踏实呢？放心吧，我薛战的儿子，岂是那般废物？怎么还没好？这么一点小事磨磨唧唧，小爷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公开自己神行赤侯的身份啊？少将军，赤后探查情报不能马虎，不然匈奴攻来恐酿成大祸。呸！咱们已经出城探查3天40里了，除了这些马蹄印记，哪有匈奴的影子？要我看呀，你们就是被匈奴吓破胆了。这地方本来就是通行要道，有些商队的马蹄印记不是很正常吗？实在不行，你们回去就说这有小股匈奴出没，先送情报回去，让他们派兵过来。是。大军开拔岂能如此草率？别忘了将军的安排，且以少将军为先。罢了，只希望这些马蹄不是匈奴留下的，不然折冲府危矣。放！
3日后，我亲自率人接你出城。今天就是第3天了，等秦将军一来，我就可以彻底离开此地。以后这玉冠城出府与我再无关系。薛家该死，可军中兄弟不该白白死去。有此策略，匈奴必败，也算是我这个神行斥候留给玉冠城冲府最后的交代。将军，这当真是神行斥候探查的建议吗？当然。有何问题？这作战计划虽和之前的很像，但完全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对。这上面提到的马蹄印、草木痕迹，又不确定人数，实在无法安排大军调动。卑职甚至怀疑，这神行斥候是有人冒功。将军，为了保密，神行斥候的身份无人知晓，往日情报细致也就罢了，今日还劳烦您让神行斥候出面，与我们说明到底有多少匈奴，否则，卑职恕难从命。俺也一样。你们！你来作甚？自然是来送抵御匈奴的办法。大军作战，我们尚且没有办法，你一个小小兵卒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以为你是神行斥候吗？7月，昌马河左岸挖壕沟，扶墙攻守300，等匈奴渡河，放箭伏杀。长马河大战，这是神行斥候的出名之战，你怎会知晓？10月，白土梁村外，田内社绊马左铁吉利，钩枪手埋伏其中，钻断马腿。白土梁之战，这是神行斥候专门写给我的战法，一字不差。你是如何知道？蜂窝山断桥，柳关围困，下河谷陷坑，3道沟夜袭，这些全都是神行斥候的机报，你如何知晓啊？难道你就是神行斥候？你就是神行斥候？他不是。孽子，你记下平儿写的计策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想干什么？薛平才是神行斥候。薛凌风竟然也是将军的儿子。本将确实还有薛凌风这个孽子，这个孽子游手好闲，自幼不学无术。我是担心他仗着我和平儿的身份欺压同袍，所以才隐瞒了身份。没想到如今竟然抢夺平儿军功，本将羞愧。薛将军治军严明，令人钦佩。如此顽劣不堪，若是我儿，就该一刀斩了，以正军心。上一世，薛战说我身份特殊，容易让士兵误会我来抢军功，所以让我隐瞒身份。众人只知薛平，而不知我。如今恩断义绝，也无需再给他们留情面了。薛将军，那你不妨说清楚，薛平只是你的私生子，而我才是你的嫡长子啊！什么？薛平是私生子，薛凌风才是将军嫡子。看平常二人吃穿用度，倒像是反过来一般。不论其他，将军确实有些偏心。孽子，大敌当前，乱我军心，意欲何为啊？薛将军，断亲书已签，你我再无父子关系可言，不必把孽子挂在嘴边。我今日是来提交抵御匈奴的策略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关系。你。另外，城外是匈奴的精锐前锋，若是不想让军士白白送死，最好按我说的前去接应，否则必有损伤。平儿的奏报
明明是小股匈奴袭击，你怎敢信口雌黄？你违抗军令在先，扰乱军心在后。今日若不斩你，本将何以服众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斩了！报！报告将军，少将军回来了。我儿何在？将军，少将军他……说呀！平儿，平儿，少将军竟然战死了！不过让你去探查匈奴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？要是有事，爹如何是好啊，平儿？将军，少将军没死，只是力竭晕过去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平儿，哎，没事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我儿无事。平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速速与爹爹说来。爹，孩儿出城探查匈奴，遭遇伏击，还好有玄铁铠甲护身，杀敌4名，不辱使命。恭喜薛将军，果然虎父无犬子啊！不愧是神行斥候，果然英勇无双。哈哈哈哈！各位谬赞啦！哈哈，这也是我让平儿隐藏身份，出去历练的原因。如今看来，这小子还果真不错。孽子，饶你一命，不知道赶快滚！还在这里发什么疯？发疯？我是在笑你有眼无珠，连薛平的鬼话你都相信？你说什么？他身上的伤口明显是匈奴的弯刀所致，说明匈奴已经追赶他到1步之内。而薛平身上只有剑痕，没有刀伤，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跟匈奴正面拼杀，没有伤口却满身是血。我看他分明就是在同袍身下躲避匈奴苟活下来的逃兵而已，还有脸在这说不辱使命啊！此话当真？你血口喷人！你如何解释我刚才说的？我当时太乱记不得了，该死！我就知道这薛迎风没安好心，定是想趁机会夺回我的神行斥候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薛平的表现确实与传说中的神行斥候相差甚远。莫非这其中真有古怪？李子，战场上的事情瞬息万变，你不过读了几本兵书，便在这里纸上谈兵，你简直有辱我薛家的门风啊！你没错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早就写奏报了，还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奏报我早就写了。什么？薛凌风早已送来奏报，只是还未来得及查看。别！匈奴精锐，行动敏捷，贪图小利，可派数骑佯败，诱敌入黑石谷，内设绊马索，陷马坑，上备干草枯柴，带火有火箭，火攻诛杀。好计谋啊！这果真是神行斥候的手笔啊！若真如此布置，不仅可以全歼匈奴，还不费一兵一卒，此乃妙计啊！这不可能！你尚未出城，为何有此计策？对啊，你从未出城，是如何知晓这些的？就算是神行斥候，也不可能凭空制造计谋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嫉妒我在家中受宠，所以你心生妒忌，趁机偷窃我送回来的情报，阻挠救援，想趁机害死我。可是你没能想到，我能活着回来吧？薛凌风，难怪平儿出去3日，你才送来奏报。原来是偷窃平儿的情报，你这孽子，心肠真是歹毒啊！看来我真是留你不得呀！你们父子俩真是一样的蠢。我要是想害他，我何必送这个计策来？哼，分明就是想贪功，露出了马脚。来人，
拿下！慢着，你们说我偷窃情报的，可有证据？按大前军纪，没有证据便污蔑同僚者，需要被军法处置。薛将军是要无视军纪。平儿在外征战，九死一生，你呢，连城都未曾出过，却有如此详细的情报，你不是偷的，从何而来？没错，你想杀我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别再废话了，我就问你们一句，有没有证据？我有证据，我能证明是薛凌风这个不孝子窃取了薛平传回的情报。娘，平儿，你受苦了。娘，都是大哥窃取我的情报，耽误战机。娘一知道此事，就来为你讨回公道。孽子，我们待你不薄，可你就是这么对待平儿的？偷窃平儿用命换回的情报，还要害死她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平儿要是有事，我饶不了你。薛夫人，你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错怪我。我亲眼所见，何须再问？是我管教无方，教出了这样的败类，给薛家添丑了。薛夫人言重了，不知她究竟做了何事啊？我亲眼见到他3日前去取飞鸽传书，当时我还纳闷谁会传书给他，方才知晓，竟是去偷窃平儿的情报。原来就是你偷了情报，竟然还狡辩清白。薛夫人不包庇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主动作证，果然深明大义，在下佩服。将军战功卓越，夫人达理有序，少将军一表人才，日后将军府定是勋业长存，与国同气。不敢有此奢望，只求诸位能够看在我和战哥一点薄面上，留着孽子一命也好。给我闭嘴！休要妇人之仁，坑害同僚，目无军纪。我若不斩他，我日后哪有颜面面对大军？看在你是我薛家子嗣的份上，留你3天性命，3日之后斩你尽齐。风儿，你莫要怪娘，是你犯了大错，娘只怪自己没有教好你，下辈子娘一定好好教你。你不必在这惺惺作态了。混账！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娘，可你所作所为配做娘吗？我不配。你身上这件衣服是谁为你缝的？娘缝了7天7夜，为了刺绣还刺破了手指。薛凌风，你怎么能如此绝情绝义？是啊，大哥，你怎么能说娘的不是呢？你们就看看这件衣服到底是给谁缝的？我们平儿穿着比以前更好看了。这件衣服拿去丢了。娘，我看这件衣服还好好的，我都3年没买衣服了。行了，装什么可怜？将军府难道还会缺你的衣服？何必在这里演戏？赶紧去练功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风儿，是娘记错了，等娘回府后，给你新做一件。不必了，没有以后。无情无义的东西，无需多言。来人，拖下去，严加看管。薛将军，大军来犯，你不想着增加守备，却在这对我万般提防。若是匈奴大军来犯，悔之晚矣呀！休要口出狂言，区区10几骑铁骑，他们敢攻城吗？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若是匈奴他真敢来攻城，我就吃全营的夜香。报！匈奴攻城了！
将军，城外守军急报，匈奴骑兵来犯，我方已伤亡数十人，请求增援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敢来攻城的？怎么又让他说对了？孽子，你怎么会知道匈奴要来攻城？难不成是你给匈奴发的情报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匈奴攻城，罪在薛平。你放屁！我何罪之有？斥候全军覆没，匈奴认为我们城中守备薄弱，军事训练备烂，这才敢南下劫掠。不可能！若真是如此，那之前数年为何从未来过？那是因为匈奴的探子全被人杀了。匈奴认为我们城中守备森严，这才不敢来犯。这都是你薛将军一口吩咐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爹，今日之战，我杀敌数十人，只放走一个匈奴，为何要罚我？若不是你放走匈奴探子引来援军，我玉关折冲府怎会损兵折将？作为斥候，你如此无能，今日不教训，我怎配为将？你给我记住了，下次若再敢放走一个探子，我定军法处置你。难怪从来没有攻城的匈奴，没想到神行斥候竟如此骁勇。但没想到，匈奴竟是薛平引来的。不是平儿，不是他还能是谁啊？是你，风儿。没想到，你竟真做了这通敌叛国之事。薛凌风通敌，此话怎讲？我先前去他的营帐，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这张字条。好啊，薛凌风，幸亏娘发现了证据，不然今天真被你给害惨了。诸位将军，匈奴攻城与我没有半分关系，都是这个薛凌风引来的。难怪今日看你异常，原来你早就投靠了匈奴。我真是瞎了狗眼，之前居然认为你是神行斥候。薛凌风，我知道你嫉妒我的军功，想让爹娘高看你一眼，可你偷了我的情报也就罢了，你万万不该投靠匈奴，意图害死全军。我为玉关折冲府付出了这么多，仅凭一张字条，你就说我投敌？孽子，你还敢狡辩？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你敢说这信不是你的？是我的，但这不是匈奴所写。不是匈奴是谁所写？报！将军，在薛凌风营帐发现城外飞来的信鸽。我前锋已至，大军随后就到。还说不是？还敢狡辩？这匈奴的信都送到这儿来了，证据却走，你还有何可说？我没有投敌之事。好，来人，大声伺候。父亲，匈奴来袭，军情10万火急，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拖出去斩了便是。对，将军，成事为大。将军，以军事为主，有道理。先斩你祭旗，再与匈奴死战到底。报！将军大捷，城外的匈奴全死光了。将军，刚刚匈奴正在攻城，突然出现楼兰府大军，万箭齐发，匈奴全都死光了。楼兰府的人如何在这里？也许是军事调动。不，没人同袍，绝不是普通的军事调动。不过，他们这一次也真是帮我们解了围呀，我也不好怠慢，速速开城，犒劳军士，把他们主将带来此处，我要亲自道谢。父亲，那他如何处置啊？既然危机都解除了，就留着他的性命，待会儿好好审问，看看他到底还跟谁有勾结，到底还有什么阴谋诡计。父亲英明。楼兰折冲府张将军到。哎呀，张将军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了。薛将军言重了，是秦将军让我们先来道谢。说起来，
还是末将唐突了。道谢？啊，张将军，此言说反了吧？明明是你们替我们解决了攻城的匈奴。哈哈哈，原来诸位还不知道吗？3日之前，贵府的神行斥候向我们预警了匈奴南侵的动向，我们有所准备，所以打了个大胜仗。秦将军特意让我前来道谢呀。不知神行斥候是否在城中？我要当面道谢。我何时给他们送过玉器？难道这位就是神行斥候？看着有些太软弱了，倒是人不可貌相。不必道谢，是我欠秦将军一个人情，全当谢礼。好强的杀气！难道这位才是神行斥候？不，要是说出真相，我必身败名裂，必须阻止他。不敢诓骗将军，在下正是玉关神行斥候薛平，消息也是3日前我派人送达的。那他就是我大哥薛凌风，因嫉妒我屡立军功，勾结匈奴意图害我，幸亏阴谋曝光的早，又承蒙将军支援，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在场的人皆可证明。对，少将军所说的确是真的。方才还发现薛凌风通敌的罪证。对，张将军，平儿说的没错。风儿，你太让娘失望了。若平儿军功不成，竟然还当着张将军的面发疯，方才就不该为你求情。早知道你们如此的眼盲心瞎，忘恩负义，3日前我就该走。通敌的证据何在？证据在此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这不是将军亲笔吗？这玉关折冲府的表现不对劲，看来薛凌风才是真正的神行斥候。不行，必须让将军来此再说。孽子，你现在还要说你跟秦将军有旧吗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类？来人，即刻问斩！且慢，张将军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为何要阻拦？薛将军，此事确实是薛家的家事，但事关我楼兰折冲府报恩，将军未到，末将不敢擅断，还请薛将军稍等片刻。若是其中有误会，张某愿负荆请罪。张将军急报，神行斥候有难，请将军速速前往。还有多久到玉关折冲府？1刻钟。好，我先行一步，大军全速前进，务必尽快赶到。是。既然张将军都如此说了，那我便给楼兰一个面子。父亲，如今该如何是好？放心，你的军功我已派人送到京城了，不日圣旨就会下了，到时候谁都抢不走你的军功。父亲英明，这些年没有名分，委屈你了。圣旨马上就下来了，到时候你有了品级，便让你认祖归宗。过些日子再把你亲娘也接过来，咱们一家到时候就团聚了。多谢父亲。只是因我娘亲回来，不知崔氏会不会答应？哼，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资格管我薛家的事情？再说他养的这个孽子通敌叛国，我留他在府里已是恩赐，不必在乎。还有，等着这次回京之后，我便找苏家商量你们的婚期，让你和青柔早日成婚，好生几个大胖小子，让你父亲我也享享这天伦之乐啊！全凭父亲安排。只是薛凌风竟不知何时联系了楼兰折冲府，恐怕有些棘手。无妨，证据确凿，那孽子死定了。我只是担心，如今张将军如此袒护薛凌风，若是等秦将军到，恐生变故。不如此时快刀斩乱麻。说的有些道理，我现在就坐实他的罪证。孽子，城外匈奴已死，你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？说，这字条谁写的？今日又是谁要来接你？
入部署，就是秦建伟当面，我也得斩了你。是我。师生缘起，我绝不会认错。神行之后，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。以前只听闻楼兰女将武功高强，没想到人也如此厉害。将军，末将幸不辱使命，未让他们伤到神行之后分毫。还有这个，他是如何知晓这孽子的身份？张将军，你说什么？我才是神行斥候。秦将军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平儿才是神行斥候。薛将军，你方才说写这份纸条的人是通敌的人，难不成本将也通敌？这若是秦将军所写，那便不是。既不是，那为何还要将我楼兰折冲府的恩人扣押于此？若不是他通信，我楼兰折冲府岂会有如此功绩？多谢神行斥候。秦将军且慢，薛平才是神行斥候，薛凌风这个孽子只不过是个偷窃情报、抢夺军功、陷害同僚的垃圾，叫他神行斥候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原来你是薛凌风，我终于知道你。没错，秦将军，薛凌风在城中禁足3日，是我率兵探查匈奴，传出情报，在场之人皆可作证。是啊，秦将军，妾身是他们的母亲，也可以作证，平儿才是真的神行斥候。如此平静不过，难怪你能离开这玉关折冲府。当年你救我出尸山血海，今日我必定离开这人间鬼域。你当真要来楼兰折冲府？那神行斥候的名声，我不在乎。好，我带你走。站住！秦将军，薛将军，你可还有事？强闯我玉关折冲府，又想带走我麾下的府兵，你未免也太过嚣张了。难道不想给我个说法吗？此事与秦将军无关，是我要转籍到楼兰折冲府。孽子，你说什么？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薛将军何必装聋作哑？孽子，怎敢转籍？薛将军，我已在玉关折冲府待了10余年，按律可以转籍到其他府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不相见。凤儿，你当真要抛下我们吗？薛夫人，自始至终，你的心里只有薛平这个私生子。我们已经签下断亲书，不要在这假惺惺了。折冲府的府兵想要转籍可以，待经过主将的同意。要我不同意，你生是我玉关折冲府的人，死是我玉关折冲府的鬼，哪儿也别想去。若是我非要带他离开呢？那我倒要看看，你有没有本事走出我玉关折冲府的大门了。薛将军，你若是要如此，就别怪本将不留情面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留情面法。好，我问你，神行斥候究竟是谁？秦将军在这装聋作哑吗？方才说得很清楚，而薛平才是真正的神行斥候。秦将军这是在质疑我的身份吗？是。秦将军，我率兵出城探查匈奴，险些害命，我拼死传过来的情报救你，你竟如此态度，真是让人寒心啊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身上的血乃是与匈奴拼杀所致？自然。临阵脱逃，坑陷同僚，谎报军情，这每一项可都是要军法处置的。你想好再说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这些我都没有做过。是吗？怪不得薛凌风要离开你们，放着这么一块璞玉不珍惜，反而去宠溺薛平这样的废物。你们还当真是眼蒙心瞎，无药可救。秦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即便是你为我玉关折冲府解围，也不该如此羞辱我们少将军。我儿传信救人，倒像是救了匹白眼狼。
秦建威，我儿军功早就上奏陛下，不日便有封赏下。你插足我军中事务在先，污蔑我儿军功在后，今日要没个说法，万万不能同意。好，我便给你个说法，把人带上来。你可认识此人？这不是将军秦兵吗？如何在你这里？秦建威，此人随薛平出去探查匈奴的踪迹，怎会在你府里受了伤？难道你真跟匈奴有勾结？他的伤，怕是要问你这个好儿子。此事跟平儿有何干系？将军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我放心说，有父亲在这儿，我看谁敢诬陷你。少将军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怎么，不敢说了？那就让他亲自说吧。薛将军，你可信你的亲兵？那是自然。好，你来说。将军，我们方才被匈奴埋伏，少将军临阵脱逃，还让兄弟们挡箭。那些血都是兄弟们的。你说什么？休要胡说！你怎敢如此污蔑吾儿？将军，是不是你自己清楚？我们这些人都知道，神行斥候一直是薛凌风。神行斥候一直是薛凌风。什么？混账东西！你收了这个孽子多少银两？在这里信口雌黄，污蔑我平儿，还愣着干嘛？这个狗东西，拉出去斩了！不听我军令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将军，吾等只想弄个明白，神行斥候究竟是谁？神行斥候当然是我儿薛平了！你们疯了吧？连本将的话都不相信？好啊，好手段！孽子，没想到你连他们都收买了。那干嘛？非得等到圣旨下来才肯作罢吗？圣旨到！快请！列阵，接圣旨。秦将军，陛下的圣旨已到，陛下可是金口玉言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薛将军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，若是送圣旨的使者看到了这场闹剧，在回去的路上说上几句风言风语，那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还要想清楚，本将可是有奏报之权的，你若欺君，必诛你九族。诛九族？薛凌风也是我的血脉，诛九族他也得伏法。他已经与你们断亲，与薛家再无瓜葛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要带他走，此事一笔勾销。哼，好，夫君万万不可！闭嘴！今日之事不报，我薛战誓不为人。圣旨到！轻柔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知晓薛平哥哥受封赏，特地求着爹爹，让我前来宣旨的。薛平哥哥，我先宣旨，稍后再说。薛平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薛平戍边10载，抵御匈奴，战功卓越，特进为游击将军，令玉关折冲府上下骁勇善战，大捷无数，振兴甚伟。全军官升一级，赏金1000两，望屡立战功，不堕我大前国威。钦此。官升一级，赏银1000两，我真成将军了。还不谢恩？臣接旨谢恩。好啊，好啊！将军，一门双将，这可真是无上的恩赐啊！就算是大前建国至今，
哪怕纵观前朝几代，也从未有过如此殊荣啊！夫君，我们薛家今日可真是光宗耀祖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设宴，大家不醉不归。是。先前薛将军心中提到，薛凌风来此后便异常被揽，仗着身份抢夺薛平军功。今日陛下圣旨到，他为何不来？莫非是有什么事情？哼，这个孽子，偷窃情报，抢夺军功不成，哼，非要与我们断亲，跑到楼兰折冲府去了。什么？他竟做出如此事情？不止如此，他还做了更过分的事情。岂有此理！岂能因一己之私，行如此不耻之事？枉我当年还以为他能建功立业，如此看来，他倒是比薛平哥哥差远了。这是自然，本将岂是他可以比的？他自以为本事大，可如今这神行斥候的身份，自然还是……青柔，你一路赶来，应该是乏了。不如这样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，明日再说。不急，我今日来此，还有一封父亲的密信要给薛将军。父亲，信中写的什么？丞相说，匈奴近期有异动，让我们谨防匈奴南下劫掠。还说等此战结束以后，你二人便回京大婚。父亲，此话当真？丞相所写，还能有假？青柔，你可愿意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本就不容拒绝。何况薛平哥哥如此才俊，青柔自然愿意。好，好，好！你若嫁入薛家，平儿与薛家定不负你。恭喜将军，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啊！将军为何在此地突然停留？听说是薛凌风说附近有匈奴活动痕迹。这个地方我们刚来过，如果真有匈奴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发现？许是想要在将军面前出风头，也不知道将军如何会看上他的。将军，前方已探查完毕，确实有匈奴活动的痕迹，只是没看见他的去向。什么？竟然真有匈奴？已经回去了，现场没有痕迹残留，我亲自去现场都没有发现匈奴的去向。你是如何知晓的？今年北方天寒地冻，牛马难活，匈奴必南下劫掠。之前死在城下的便是匈奴的先头。既有先锋，为何还要回去？先锋没有传回消息，不是死了就是被俘。他们不敢擅进，必然回去报信。当真？当真。好小子，你果然就是神行斥候。匈奴处理的现场，我们最精锐的斥候追出去5里，才发现他们的行踪。你既然都没去，还能说得出来？快说说，你是如何知晓的？以前见多了吧？你能见过多少？记不清了。但是自从我来到玉关折冲府之后，就再无匈奴探子敢踏足。所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？什么传言？我们之前抓到的匈奴探子说，你们这儿有诅咒，凡是到你们这儿的探子都没有能够活着回去的，即便是逃出去百里，也会被杀死。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回去报信而已。神行斥候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早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就应该早点把你救出来。这秦将军好像认识我一样。秦将军，你之前认识我？来人，统统杀死！女人财物全部带走！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跟他们拼了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给我杀！匈奴已死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死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感谢将军救命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不必给我，这些东西对你们重建家园更有用。
这还有些干粮，留在路上充饥用。谢谢将军。既然将军无意钱财，可否给个姓名，日后也好为将军祈福？玉冠折冲府，身形赤厚。你不记得半年前你送出的麦饼吗？是你？是。那日一别，我便立志从军，想有一天和你并肩作战，没想到今日竟然如愿以偿。真是造化弄人，没想到当年那个满脸抹灰的姑娘，竟然是当今楼兰折冲府的百战女将。将军，前方传来消息，一切安全，可以动身。暂且回营，日后再细说。全军听令，开拔回营。这秦将军自尊令行禁止，调遣有度，在他麾下应当不错。将军，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合适，自然是神行斥候的身份。若他知晓薛凌风才是神行斥候，我们可是欺君之罪。闭嘴！圣旨已下，你们都靠平儿得了封赏。那孽子是神行斥候的事，就算死也得给我烂在肚子里面。从今往后，玉冠折冲府神行斥候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薛平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卑职明白。哼，当初若不是你们再三阻拦，早斩了那个孽子，何必等到今日封赏了，才在这里畏首畏尾的？这先前不知将军安排，如今才知晓将军深谋远虑，吾等远不如。可惜这薛凌风早已被楼兰折冲府带走了。早知如此，一开始就该下狠手，如今也不必如此心焦。父亲，我有一计，可以让薛凌风在楼兰折冲府身败名裂。哦，快说来听听。那秦建威如此看重薛凌风，到了楼兰府，肯定给其重要职位，别人肯定不服。到时候我们只需要找人到处散播他恃强凌弱、抢同僚军功的事情，让人挑衅，不死也重伤。少将军所言极是，听闻那秦建威治军颇严，若有此事，定遭军法处置。少将军此计甚妙啊！那薛凌风不过是多了几年斥候经验，论谋略远不如少将军啊。好，儿聪慧，便如此安排吧。正好，我家楼兰折冲府孙副将有救，我这就让他来处理此事。薛凌风，你初来乍到，先任我亲兵，待你日后获得了军功，我再为你上奏请赏。但凭将军安排。太好了，有了薛兄弟的加入，日后战场定然轻松不少。今天高兴，该与薛兄弟痛饮一场。非年非节，匈奴还肆，以提议饮酒，论罪该罚。但念你事出有因，减轻处罚，带兵夜巡7日抵罪。是，将军，张将军也是欢迎同僚，激动了些，不然就算了。军中无戏言，若你再多嘴，连你一起处罚。这位是孙副将，日前也是一位斥候，你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。过几日较场比试，你也加入，胜出者可领千户，日后负责我楼兰所有事务。将军，较场比试从来都是军功卓著的弟兄们参与，最少也是100户。薛兄弟初来乍到，并无战功，直接参与怕是有些不妥。哎，孙副将军此言差矣。薛兄弟的本事，我来之前便已知晓。莫说是100户了，便说是1000户，薛兄弟也比得起。若真是较场比试，绝对可以服众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我多虑了啊。薛兄弟，近日若有需要，直接找我便是。
多谢孙将军。该死，这千户本该是我的，如何半路杀出个薛凌风来？既然如此，别怪我不仁不义了。孙将军，已经按你的吩咐安排下去，今夜过后必让薛凌风身败名裂。好，事成之后，你为百户。多谢孙将军。哎，最近张将军为何亲自巡逻？听说是张将军邀请了新来的薛凌风喝酒，他却上报了秦将军，害张将军受了军阀处置。呸！故作清高，仗着小白脸入了秦将军的眼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，忘了自己在玉关折冲府是什么德行。有什么事儿，细说。他在玉关折冲府抢夺他弟弟的军功，那神行斥候的名声压根儿不是他的。还有这事儿啊？陛下亲自下旨，这还有假？而且听说那个弟弟是家中养子，却比他还要受宠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，才让他爹娘都厌恶他？我以为将军找了个良人，没想到竟是这般小人。哼！哎，他仗着男色蛊惑将军，明日校长点兵要抢了孙副将的官职。呸！休想！待他明日校场点兵，定要让他好看。对，要他好看。好啊！此计策果然有用。哼，这孽子已受人排挤，必然在楼兰折冲府混不下去了。不愧是少将军，谋略无双，有将军昔日之风采。如此年纪已拜游击将军，等返京之日，恐可封侯啊！冠军侯这般年纪，也没有少将军这番本事呀。来，恭迎此辈。到时候，将军千万要提携我等二人。将军，那日苏宰相说匈奴异动，可要派出斥候仔细提防啊。哎，他身居京城，又怎会知这边陲之事啊？再说，那匈奴的前锋都被我们诛杀在城下了，其他匈奴怎敢来犯？哼！哎，对了，这楼兰折冲府是否把匈奴的首级给带走了？不曾带走。我儿真是如服天降啊！这十几骑匈奴上报陛下，必将在你的军功簿上写上重重一彩呀！可是，这仗是楼兰军打的，若是他们也上报，倒是麻烦呢。怕他们做什么？难道没有他们，我们玉关折冲府就对付不了区区数骑吗？更何况，那匈奴的首级就在我们这里，若是要闹上去，理亏的也是他们。有此军功，少将军定能不日封侯。那薛凌风比起你，也不过是蝼蚁，比之于皓月呀。薛凌风，你给我等着，等你像狗一样被赶出楼兰，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果然军令如山，未听到号令，哪怕见到主将来，也依旧不停止训练。这楼兰折冲府果然来对了。将军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好，你来宣布。是。诸位，今日秦将军令教场比验，选出胜者，封千户，统领楼兰斥候。有愿意者向前一步。难道将军麾下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不成？张将军，我们不是怕死，而是不愿意参加不公平的比试。有秦将军亲自坐镇，哪有什么不公？军中传言，这位薛凌风乃是玉关府将军之子，在玉关
抢夺军功，欺压百姓，却被秦将军带回，还说什么？还说秦将军看上了这个小白脸，所以才保举他做副将，统领斥候。放屁！这是污蔑！薛凌风的斥候本事，本将是亲自见识过的，整个楼兰都无人能够出其右。你们竟然……张将军不必多言。既然如此，我接受挑战便是。你们若有不服者，皆可上前。我来。将军，我乃楼兰折冲府百户陈牛，做过3年的斥候，愿意挑战薛凌风。若我败了，甘愿效劳；若我胜出，还望将军重新考虑收留他。干得好！干得好！就是要让他知晓我们的厉害。莫欺我楼兰无人，余官府不要的，我们也不要。你可敢应战？自然，只是不知你们打算如何比试。如果现在出去探查，未免也来不及了吧？放心，我楼兰折冲府自有考核斥候的手段。好，既然有如此的手段，那我倒要见识一番。可还有人想要报名？末将愿报名。吾等也愿比试一番。脚步扎实，动作敏捷，的确是个猛兵。正好可以看看楼兰折冲府的斥候到底是什么本领。秦将军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比试。好，教场比试开始。斥候职责首要便是熟悉环境，探明敌情。第一项，谁能先画出我楼兰周围的地形与图，便是获胜。如此简单的题目，我必然是胜出。我在外勘察3年，地形早已牢记于心，这千户之位必然是归我的。将军还真是秉公无私，薛兄初来乍到，如何能知晓楼兰附近的地形？更何况还要绘制舆图。点香，计时。可笑，我还真以为他有点什么本事，没想到竟然在此磨洋工。这样的斥候，我们楼兰府不要。将军，我看薛兄弟迟迟不动，莫非是对地形不熟悉？不会的，我相信薛凌风，他一定可以的。什么神行斥候，不过如此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，千户之位非我莫属。将军，我绘制完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如何做到的？陈牛和孙副将比他先画还未画完，他怎么可能画得如此快？我不信，他肯定是乱画的，我还有机会。时间到了，手笔，请将军验收。地形精准，内容详尽，不愧是精锐斥候，做得不错，可得以上。孙副将的画面上有我，这千户啊，定是我的。不错，既能将墨汁巧妙地作为山河流水的阴影，应对极佳，舆图也较为准确，可得甲下。甲下评级全场最高，这千户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薛凌风再好，也肯定比不过我。楼兰周边几座折冲府地形皆标注清楚，就连匈奴生活的地方也有记录。此图可得甲上。这不可能！有何不可能？他才来此1天，如何能绘制出如此清晰的舆图？
我知道了，定是他潜入将军帐中，记下了军中余图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清晰。将军，请务必查验此辽。原来是偷来的，我还真以为他有什么本事呢。这样的废物，就该赶出楼兰府！赶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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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孙副将说此话，可有证据？将军，卑职是见他作画如此迅速，不合常理，这才推测。毫无证据，便自行揣测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诽谤同僚。何况他在我帐内不过半个时辰，如何能记住全图？更何况他所绘的舆图与我军营中的舆图更加详细，不信你自己看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没有。好，既如此，那便罚你半年的俸禄。除此之外，从今日开始，为1个月的。是。听说咱们军中舆图是由上百名斥候探查3个月才绘制而成的，比军中舆图还详细，他是怎么做的？时间久了一些，自然记得清楚。不可能，老夫来此5年，外出探查数百次，也只记得楼兰附近情况，如何记得如此多地点？我在玉关折冲府待了足足10年，回城的时间不足3个月，我怎么能记不清楚？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太假了，我不信。便是有些本事，也太夸张了。探查10年，身上竟没有一点伤痕，这怎么可能？对，薛凌风，你如何解释？老夫打了1辈子仗，我身上的伤还没你1半多。你小子是真的命大呀！这一刀足以伤你性命，如何伤到？中了匈奴的伏击，费了些劲才杀干净。了不起！若是寻常小队，遇到伏击，很可能全部都折了。你竟然能把他们杀了，还能回来，不愧是神行斥候，果然骁勇。薛凌风，我今后绝对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如此险境。你们还有不服气的吗？都看到了吧？可以上来挑战。卑职愿追随薛千户，共立战功。卑职愿追随薛千户，共立战功。卑职愿追随薛千户，共立战功。薛凌风，你挡了我的路，就别怪我和玉官府的人联手了。单于，去玉关折冲府的先锋一个都没回来。祭祀观测天象，3日后大雪将至，若不能及时撤离，恐怕部族的人要冻死1半。天要下雪，就用男人的血来暖我族的刀。明日太阳升起之时，就是南下之时。你们兵分2路，一路不死乌兰援军，另一路杀去进玉官府。神行斥候欠我们的血债，要用玉官府全城的命来还。血债血还，不死不休。血债血还，不死不休。最多3日，匈奴大军必然从此处南下，直攻玉关。另一路会袭扰楼兰，阻止救援。军中无戏言，你说这话可关系到2府的生死存亡。当然，我愿立军令状。为何？北方大雪，匈奴的老弱妇孺撑不了太久，只有南下。我与他们有血海深仇，他们必定先去玉关。若真如此，我们应当提前通知玉关折冲府。前几日刚发生了冲突，他们未必会急。你只管去报信，他们若执意送死，那就随他们去吧。是。
笑话！匈奴大军怎敢直取我玉关？将军英明，这定是那薛凌风的诡计。那个逆子嫉妒平儿败将，想骗我等龟缩在城内，好让他和那个女人独领战功，还敢假借楼兰令信，简直是狗改不了吃屎！父亲明鉴，这薛凌风不是东西，孩儿愿亲自领军，替父亲分忧。将军，末将愿誓死追随少将军。韩也一样。好，薛平听命，明日率军埋伏于此，让匈奴有来无回。孩儿领命。薛平哥哥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受伤了。当然。我等你回来。青柔放心，等我凯旋，领了军功，便回京娶你过门。好啊！来人，设宴为我儿提前庆功，恭贺少将军旗开得胜，祝少将军凯旋。那如何再次阻敌呢？沱子河岸密林，刻火攻。的确可行。我已经去让陈牛准备了。那日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你，正好今日得空，你给我点时间，等我去准备一下。哦，好。我看到你的转籍文书，说今天是你的悬壶日，本该做一碗长生面的，但军中实在简陋，监微只能以此来庆祝，还望你不介意。没想到这世上竟还有人记得我的生日。你已经很好了，谢谢秦将军。不用叫我秦将军，日后叫我剑微便可。没有你薛凌风，就没有秦剑微今日。正好我也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啊？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一块玉石，我特意为你刻了一个平安符，希望你日后平平安安。给你戴上。好。日后我定不会让他离开我分毫。将军，将军，陈牛回来了，500桶毁用已经全部放好，已经布置好了，值得匈奴前来送死。明日他们也应该来了。少将军，都在此等候1天了，怎么连个匈奴的影子都没有？哎呀，急什么？这是匈奴南下的必经之路，难不成还能从我头顶上飞过去？不好，暴露了！快准备！快准备！快！我还不能死啊！你们给我顶住啊！少将军不行啊，匈奴太多，我们根本拦不住，只能先撤退。撤退，立即撤退！我的马呢？少将军！单于，神行斥候跑了。不堪一击，勇士们，给我继续前进！踏平运官府，3日不封刀。都小心点，
不太对劲，太安静了。我看你是被神行斥候给吓怕了，他怎么可能从玉门关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里？我看那些男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偷袭。还是薛兄弟你厉害，匈奴连听到你的名字都怕。头，要不是你知道这条野径，提前布置好，还真让他们给溜了。再乱说话，军法处置。其实2、3，全都来。哎呦，这火友，快跑！动手！好，战场打扫完了，此战歼敌327，我军零伤亡，一人未伤，歼敌300，即使纵观历史，也未有人有此战绩，不愧是神行斥候。今日之后，我便会为你请功。将军急报，玉关折冲府正面迎敌大败，匈奴已经围城。什么？2000精锐，2000精锐，一个时辰死伤过半，还死了个副将，我薛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。父亲，这匈奴来得太突然，我们没来得及准备。下一次一定获胜。叶子，你还嫌死得不够快啊！此事若让陛下知道，你我人头不保。将军息怒，现在应该讨论如何退敌。虽然城内物资够数个月的，只怕那匈奴不会等那么久啊。知道了。将军，单于大军已至城下，还设了一张信封，拿过来。是。交出神行斥候，饶你一条性命。爹，我不要出城，我不要出城啊！平儿放心，娘就是死也不会交出你的。郑哥，万万不可啊！薛将军，匈奴狼子野心，不可相信。即使你交出薛平哥哥，他们也不会饶了这一场百姓的，万万不可相信啊！此事我自然知道，如今的危机又该怎么解除啊？昨日若是听了那楼兰府的提议，今日也不会狼狈至此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向楼兰折冲府求援了。将军，不可！这个孽子定会趁机报复，延迟救援。若匈奴攻城，我等可都要掉脑袋啊！若真是此事，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只需引出楼兰大军，对付匈奴。若真是战败，陛下也不好意思一起责罚。难。秦建威行事缜密，绝不贪功冒进。那就给他一个拒绝不了的理由。只需告诉秦建威，我们佯装突围，引匈奴到此地，前后夹击，可全灭匈奴，活捉单于。他们一定会来。妙啊！此计甚妙啊！合情合理。我军突围求援，他秦建威赶不来，难辞其咎。对，若他来救援，必将断了匈奴单于的后路。匈奴性情多疑，必将全力攻击他们。若是侥幸杀了单于，内外夹击，那我们也有过啊。我来宣旨，便有督军之责。若真诛杀了单于，我写奏报，给各位记头等功，再让父亲美言几句，陛下定会重赏。多谢苏小姐。不必谢我，
我只是看不惯薛凌风那副无情无义、无能狂斗的样子，也绝不允许他玷污了薛家五勋门楣。竟不知你还有如此谋略。好，此仗结束之后，定上奏陛下，为你请功。多谢薛将军。我这就写信求援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们还救他们做什么？往我们谢家好心提起。这可是单于天大的军功，你当真不去？呸！老子可不是为了那群白眼狼去的。单于老匹夫的脑袋，老子肯定。不过薛兄弟你就算了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免得看见那些阿杂货闹心。你怎么看？将军，机会不等人，玉官府对薛凌风再有过错，也是我大前边军。如今龙袍被围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况且还有匈奴单于，若是把他放走了，我们有何脸面面对圣上，面对天下人？薛千户深明大义，定是不会反对的。不是机会，是陷阱。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匈奴的后路，与匈奴分出死活，然后再抢夺军功。若我们惨胜，还会顺手除掉我们。都是折冲府军，他们能这般无耻？薛千户，我知道你跟玉官府有私怨，但此等揣测太过匪夷所思。薛将军啊，他当真会拿数千边关军的性命跟国之战局来构陷同僚？我信你。依你之见，我们现在如何行事？匈奴必会模仿狼群行动，分兵出击。这里便是他们回城必经之地。将军，你只要在这里救人便是。那你呢？大军出击，后方必定空虚。我和陈留他们直捣黄龙，斩杀匈奴单于。单于一死，匈奴必败。不行，匈奴数千骑兵，若是我们派了大军围追堵截，他们也有数百骑精锐护身。如此一来，你寥寥数骑太过凶险。将军，单于不死，永是大前的祸患。这虽然是陷阱，但也是难得的机会，我必须去。好小子，不愧是神行斥候，今天就算是拼了军法处置，我要敬你一碗酒。酒来。我亲自敬你，等你回来。一定。哦，对了，将军，最好赶紧出发。为何呀？若是你去晚了，玉官府的那帮人恐怕坚持不到你去救，就都死光。这不可能啊！就算是3000多头猪，匈奴也……不对，若是薛平带队，还真有可能。快快快，全军拔营，杀单于急行军！天赐良机，薛将军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单于，探子回报，玉官府带人向西突围，是否追杀？东边是楼兰折冲，不去那边，反而往西边。神行斥候看来是昏了头，分不清南北。神行斥候诡计多端，绝对不会如此简单。哼，不管他有什么阴谋，出了城的男人，还不如草原上刚出生的羔羊。哼，去吧，我的勇士们，像狼一样跟上他们，杀光男人，带回女人。是。
匈奴如何了？还是一样，远远的跟着我们。这群蛮子到底要干什么？匈奴对待敌人向来如此，狼一样的跟着你，直到耗光所有猎物、所有的心血，再给他最后致命一击。这群畜生竟然把我们当牲口了！我们离伏基地还有多远？还有10里，马上就平安了。不好，是匈奴来了！哎呀，他们分兵了，正在合围我们。无命休矣啊！将军，这个距离，不过盏茶功夫，我们必会被围。只有加快速度，冲出山谷，才有活命。兄弟们，随我上！兄弟们，前面那些衣服好的，给我抓活的，别的都给我宰了！走！交出神行斥候，饶你们狗命！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是游击将军，我前途似锦，我不能死。薛平，你可是神行斥候，是陛下亲封的游击将军，你为何躲在此处？去！我不是，军荣，听我解释，那些军功，原来神行斥候在这里。不要啊！我不是，大哥，他妈废话，把你一块杀了！大哥，我不，就是你，让我们勇士的鲜血染红了草原。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快去报告单于，我们抓到神行斥候了。神行斥候岂是你这种没卵子的孬种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他弟弟，我是神行斥候的弟弟。神行斥候呢？他被我们赶走，去楼兰了。啊不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在哪儿？楼兰的孙副将是我们自己人，这是他告诉我们的。薛平，你竟敢投敌叛国！闭嘴！该死的！神行斥候不在这里，他们的目标是单于，我们中计了，咱们快去报告单于。勇士，情报也是我主动提供的，我也不是神行斥候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既然是神行斥候的弟弟，就先送你回家。把他们全部都押回去。天后单于发落，那几个姿色不错的送入军帐。是。平啊！我的平啊！薛家完了！封侯拜将，我要一家双将！所以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一直都在骗我，骗陛下，骗天下人。薛平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这个畜生？我有机会活着回去，我必退婚。没想到我竟为了这等小人，辜负了真正的英雄。那女的细皮嫩肉，反正送去军中也是一样，不如咱们先爽爽。正好这女人也有几分姿色，咱们一起
薛将军，若是你能活着回去，请你帮我告诉我爹，我是清白。你这个贱人，方才还羞辱我，现在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给谁看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休想善终。两位大人，这是我们大前宰相之女，大人们没有试过吧？我把她献给你们，你们留我一条命好吗？哼，好，既然你那么识相的话，就饶你一条狗命，让你看看宰相之女是如何被我们征服的。啊！得救了！得救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！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们约定的地点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凌风早就判断出你们的诡计，也判断出你们会被匈奴追杀，特意安排我们在此等候。果不其然，这日子怎么会算得这么准确？秦将军，快带我们走！我是陛下钦点的游击将军，咱们是同僚啊！薛将军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薛凌风才是你们薛家真正的麒麟子，而你们万般宠爱的薛平，不过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平儿！平儿只是一时不察。一时不察，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们知道，你们万般宠爱的薛平到底做了多少蠢事。秦将军，你先不要管这个混账，快去救薛凌风。凌风怎么了？你们楼兰的孙副将将凌风的消息泄露了出去，这个混账为了保全自己，将消息卖给了匈奴，再不回去，凌风会有危险。薛平，你找死！我告诉你，若是凌风出了事，我要你们全家陪葬。来人，全速驰援，攻进匈奴大营！单于，探子回报，已经活捉玉关折冲府将军，神行斥候也在其中。那神行斥候早就被他们排挤走了，如今投了楼兰府，并不在俘虏之中。我们还抓了他的弟弟，那小子亲口说，神行斥候要来行刺单于。真是一群废物！这样的人也敢排挤，难怪这些男人只配死在我们刀下。还有这个神行斥候，真以为自己有三头六臂，敢来我军帐撒野不成？要是他真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哼，我便亲手砍下他的头颅，挂在旗杆上，让这些男人看看与我族为敌的下场。单于威武，那神行斥候若敢来，定让他有来无回。不好了，楼兰府杀过来了！将士们，杀光这些男狗！就现在！神行斥候果然厉害！单于已死，单于已死，投降不杀。大前王师已至，跪降者不杀。跪降者不杀。
回去攒攒钱吧。下个月8成要给将军送喜钱喽。凌风，你知道我今日多担心你吗？我看到烟花升起，还在想你会不会受伤。我答应过你会平安回来，更何况你在外面策应，无妨。我已经让张副将上报，镇斩单于，收复失地，这是绝大的好机会。日后你便就是名副其实的薛将军。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，我在想着另外一件事。是孙副将，他已经死于匈奴之手，算是便宜他了。这些我早已无所谓。建伟，我已在上书中加了一道请婚的奏书，待大军凯旋，便请陛下为我们赐婚可好？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我有件东西要给你，等我。哎，何事如此焦急？等我就是。那日给你做的长寿面让张将军打断，今天重新做一个给你，你尝尝，这个更好吃。建伟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日日都为你做。将军，头，兄弟们请你们过去呢。放！匈奴已灭，西域安定。今天去他娘的军规，都给老子磕，不醉不归。此战之功，非我薛凌风一人所立，是大家们的功劳。这碗酒，我敬你们。大前阴魂，永存。大前阴魂永存。大前阴魂永存。上来。头儿，弟兄们没啥钱，凑钱找城里最好的匠人打的。此5万金不换，谢弟兄们。薛凌风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楼兰折冲府千户薛凌风斩杀单于，安定西域，立下不世军功，封龙溪侯，拜定远将军。楼兰折冲府全军上下官升一级，赏俸3年，钦此。谢陛下。这孽子竟然封侯拜将了！我的，本来全都是我的。薛将军，不对，现在该称一声薛侯爷。侯爷，薛府的事情陛下已经知晓，以前的军功，陛下已命人重新审核，绝不会遗漏分毫。感谢陛下挂念，也辛苦刘公公大老远跑这一趟。哎呀，侯爷哪里的话，能给侯爷和公主宣读圣旨，是老奴的福分呐。公主？看来侯爷还不知道，太后听说秦将军的事情，想认她做干女儿，还特意带来了她当年用过的一套头面，正等着秦将军同意呢。太后赐福，岂敢不从？好，太后还说了，
日后侯爷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去宫中找他撑腰。多谢太后，多谢公公。等建威回京，定会当面向太后叩谢。哎，不急，陛下和太后还有别的赏赐在路上，要等你二人大婚当日才能送达。老奴这次是为了单于和他们那些阿杂事儿来的。侯爷和公主要是没别的事情，老奴可要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了。薛战，你篡改军功，陷害忠良，欺君罔上，革职夺爵，贬为庶人，押解回京，送有司会审，从严发落。妾陛下。这个崔南音，你教子无方，厚此薄彼，德行有失，剥夺封诰，贬为庶人，罚流放3000里。苏清柔，你代朕宣旨，却听信谗言，折害忠良，有损声誉，罚流放3000里。这是苏相爷托我带给你的。他们疏远薛凌风，竟是如此原因。可笑我竟然真的相信了他们的鬼话，我无颜再见凌风哥哥。薛平，你残害手足，抢夺军功，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押解回京问斩。凭什么？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，还说等薛凌风死后便让我入祠接我生母过门。凭什么我斩立决，而他活得好好的？父亲，我母亲是你最爱的人，难道你就忍心看我死去吗？薛战，你这个混蛋！你坑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如今却让我为你背负骂名，你不配为人，更不配为父！来人，押下去！等一等，公公，我不能死。我知道薛战的丑事，他杀良冒功，贪墨军饷，还克扣抚恤。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，难怪对养子那么上心。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人了。战哥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孽子！要不是你，我薛家怎会沦落至此？怪我太软弱，没有趁早杀了你。你和你娘都不配进我薛家！畜生！简直就是畜生！我竟信了你的鬼话，上了那么久的风啊，我后悔啊！父，是娘错了，娘不该听信他的鬼话。娘是真的爱你的，福儿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娘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薛夫人，断亲书以前，你我早已恩断义绝。断亲书啊，对，断亲书，福儿，娘真的知道错了，断亲书，娘已经死了，你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不好，我不好。薛夫人，你们口中的那个薛凌风早就死在柴房里了，如今的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侯爷和秦将军来了。圣旨到！陇西侯薛凌风、公主秦建威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新闻你二人大婚，特赐东海明珠10斛，西域宝马100匹，黄金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令你二人战功彪炳，忠贞贤良，锦瑟和鸣，实乃国之柱石，民之表率。朕特赐手书1幅，家传9编，永载史册，钦此。薛凌风接旨。侯爷请起。快看，这就是和薛侯爷断亲的那一家子白眼狼。就是他嘛！我呸！怎么到死了都要来恶心薛侯爷一下？就是真晦气啊！孽子，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，你踩着家族的尸骨往上爬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薛凌风行得端坐得正，跟你们薛家没有半点关系，倒是你们薛家才尽是败类。你谎报军功是不忠，坑害同袍是不义，欲杀嫡子是不孝，以前程为诱饵是不仁，欺瞒发妻是不信。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信之人，养出一个通敌叛国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何脸在本侯面前嘤嘤狂吠，又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风儿，娘真的知道错了，风儿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娘的眼睛都已经哭瞎了，风儿，风儿，娘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好不好，风儿？薛夫人，你眼睛瞎了，是你的报应。我们已经没有半分钱关系，从今往后，我只希望我们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薛凌风，是你赢了，可是你的父母只喜欢我，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可怜虫。他不是没人要，而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得到他的守护，更不配成为他的亲人，甚至不配为人。从今往后，他的家人只有我、皇上、太后，以及这个世界上爱他敬他的百姓。而你这个卖国贼，只配在史书上遗臭万年。砸死这个卖国贼！砸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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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！砸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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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国贼！不要脸！就该砸死他！丧尽天良，忘恩负义！可好些了？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一切都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吉时已到，脏东西也没有了，双喜临门。侯爷、公主，咱们继续吧。好，走吧。